录屏这一周是我第一周，录了，对，凌晨把没有晚上熬夜的锅丢到我的身上，那我也接了。凌晨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说你是为了等我上课，你不是熬夜，你不是玩游戏，你就是在等我的课。这都是我第一周在家工作啊，一周下来感觉过得好快啊！我怎么觉得昨天好像才跟你们上课了，然后今天就又要上课了啊！在家一周以后，发现有点不能自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怎么在家里待过来的哇！我们这边开始隔离了，这个第一周下来，感觉这个时间有点不好弄啊，在家工作时间不好掌握，而且宝宝一哭，宝宝一要起来就感觉无法工作，完全无法工作。然后晚上的话就特别想打游戏。今天我们开了个会，今天我们开会讲了一下，大家都分享了一波自己的苦水，大家都倒了一下苦水。嗯，本来是为了解压，因为一周在家，然后新闻又这么的负面，对吧？新闻又很负面，然后就在家，整的很多人就人心惶惶。像你们关心的，像 Alex 大佬，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爱担心的人，遇到这个事情特别担心，一周连门都没有开过，连自家大门都没有开过，在家已经憋不行了。然后今天大家就互相取暖了一下，聊了一下。我在家躺了1年，啊，对，我也希望一个月就能好这个事情，因为我感觉第一周下来，我本来想象应该是挺开心、挺幸福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啊，感觉挺难熬的，说实话挺难熬的。嗯，今天互相取暖的主题就是说，让我们说说真实的感受，然后大家就互相吐槽了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因为在美国，说实话，它两个党派之间说法不一，经常给一些对抗性新闻。然后，嗯，而且特朗普嘛，本身又有一点二气，就很二气，就整的这个事情，说实话处理的挺糟糕的。对，川普的话，像是东西海岸的这些人对他都挺无语的，说实话。好，今天不讲政治，不讲政治，咱们不聊政治。为了开心一下，咱们看看你们离拳头的艺术家差别有多大。你们好好看一看，好好学一学。你们要画到这个样子，才能在拳头找到工作。有点酷炫吧？这个是小龟大佬的，不是每个我都不一定记得，这是墨的，我的好兄弟，他也快要有孩子了，看到这个还挺暖的。这个是谁的我不知道了，这个构图对不对？这个线用的，我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线要用的很松，很松散，线要很放松，你才可以。你看这个线用的很松，就很有大师的那个感觉。然后这材质炫的，对不对？这相当的给力啊，跟真的似的。看，
这个是 TFT 的云顶之巅的艺术家画的。你看，你别小看云顶之巅的艺术家，他们的基本功很强的。这个是希曼吧？哎，是不是希曼啊？你们这个好可爱。好，那你们再等一等，给你们看一下 Alex 大佬的。Alex 大佬太认真了，我觉得他这个，我提出批评，他的这个实在太认真了。你看，他竟然把结构画出来了。他画的赛特，对不对？拳手赛特。哇，要是他画成这个样，早知道他画成这个样子，我们都不该招他，简直就是个错误，对吧？我知道很强，你们也不用太那个，因为人家毕竟已经画了10多年画了，对不对？一个肌肉块，两个肌肉块，三个，四个，四个，天呐，他是怎么想的？他是在想数吗？1、2、3、4、5、6，这个画错了，怎么能有6块呢？怎么能有6块呢？这个是谁画的我也不记得。这个画的太好了，这个应该是班里的尖子生，那叫风格画啊，太秀了，太秀了。这个是Jennifer 画的。好，那看完了这个，看看正常一点，正常一点的，这是墨画的，墨的这个是戴着一个口罩吗？啊，墨这个每天是不是没活干啊？这画那么认真。再给你们看珍妮弗的，这个猫火了，要变成表情集了，感觉。你洗完了。好，再给你们看一下珍妮弗的另外一张。这个是那天那个大师，记得吗？Master，那他画的就是一个理发的大师啊，这个画的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欢的。然后 Time Freeze 时间暂停，这个是时间暂停的那个。你看这个好可爱，金克斯彩香蕉被时间暂停了，就定在了这一刻。哇，这么突然一想，觉得艾克可以干一些很猥琐的事情，以他的超能力来说，可以干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 Alex 的这张融化的，我不记得这个是什么主题了。等一下，它这个是个动图，怎么不会放呢？划掉了，没有一个叫消失的主题啊，不记得了。啊，transformation 变形，对对对，变形。Alex 为什么不设计小小英雄？他要有那点时间哦。好，今天我们来讲表情课啊。今天我们的课是讲表情。这个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上潘老师的课理论知识比较多，但是也是因为前期2个月的话，我想把理论知识多一点教给大家。可能听起来的话，一开始会有一点，因为知识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枯燥。但是，说实话，你们以后会发现画画的时候比较有帮助的还是这些理论知识。因为我如果绘画，如果说做泛画的话，之后也会有很多泛画的机会。但是如果泛画的话，你除了能学到我的绘画习惯和一些绘画的节奏和模式以外，其实时间一久了，或者你听完别的同学的别的老师的班以后，你就会发现就忘了，可能就忘了我怎么画东西，
而且你最后再回忆起来能用到的东西其实不多。但是以后如果你们笔记做得好，或者说你们上这些课认真的话，作业做得很认真的话，这些理论知识能帮助你挺多的。当你以后处理不了某一个工作，或者处理不了哪一个工作棘手了，哪一个插图让你觉得有点，比如说有的公司给到这个反馈，就是说结构不好，你可以看一些结构课。如果说是风格化不对位，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做风格化，对吧？体感不够，这些都是有理论在里面的话，你们其实以后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今天我们就要讲表情啊，表情呢，其实它角色表情这个更多的话是在动画里面用的比较多，动画漫画里面用的比较多。当然，其实插画里面也挺要你会画表情的，特别是如果是做英雄联盟部分的插画的话，对角色表情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因为记得老师跟你们说过啊，英雄联盟插画的核心部分是 self fantasy，你看这个话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来回说就是 self fantasy 卖这个世界观，那你就要把角色的这个表演和故事性给做到位。如果说一个角色的表情是比较僵硬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二线、三线演员演的那个表情都没有什么可信度的话，其实就不太好办了啊，就不太好办了。这样的话，这个角色出来，它的生动性就会稍微差一些。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角色来说是，也会有耍酷耍帅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更多的来说，我们会把它放在优先级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好，那我们说到角色表情呢，我们有要说三个点哈，说三个点。一个是面由心生，什么样的表情反映了什么样的角色。那这个就像刚才潘老师说的这个我们要做好一个角色要把一个角色做的可信度很高的话，你就不能让这个角色做出和他故事性或者故事线不太相符的这么一个表情。那么你做出来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角色怎么跳出他的这个角色范围内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不能所有的角色你都只给一种耍酷炫的表情僵硬的表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个词叫 variety 意思就是多样化。那我们这个表情没有多样化的话，对一个游戏整体来说，它是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效果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像有一些国产的游戏，说实话，有一些国产的游戏，我之前玩的手游，他们的角色创作其实美型程度要比欧美的游戏要好很多像我基本上研究了挺久的这个手游，就是一看美术，我有时候就能看出来就是国产的，而且反而这个国产游戏他们的美术、美型还有精致度来说是要比那个美国的一些手机游戏的这个质量是要高很多的。但是反过来，一到角色表演和这个世界观的这个部分，就会开始落下来就会欠缺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慢慢的感觉到角色的僵硬角色的僵硬。那这个就是一个没有 variety，没有这个表情多样化或者角色性格多样化的这么一个塑造，那大家都是帅帅的，很 stereotype，就像 stereotype 就是你用陈旧的这个思想去想到的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不够生动。第二个就是动画表情插画角色设计无不用到角色的表情设定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的。最后一个是面部画的好，这是第一步。表情画不好，还是做不出打动人的角色这个刚才也有提到，但是还要再多说一点就是潘老师现在还是经常能看到，就是同学们的作业里面大家画结构各个方面其实已经其实做的不错了，说实话，就是结构各个方面画的，然后甚至是形状像我看你们也已经有一些风格化的这么一些处理在里面了。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接下来要追寻的就是说如何去把一个角色的这种细微表情给做得更好。然后我看到的至少就是作业里面有很多都是画的很不错，很好看，但是我就在觉得有点可惜，如果这个表情的部分还能再推这么50%，还能再推这么30%，我觉得就能变成一个很棒的作品很棒的作品。
王者荣耀没有，其实市场决定导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国内的话，你想王者荣耀的受众来说，更多是比较更年轻一点的小孩，而且这些小孩他出于一个当然我们也玩了，对吧？我们就是二三十岁人，我姐到现在30多岁，她还在玩王者荣耀。但是它的主要受众群体是一些年轻一点的，可能初高中的人玩的比较多一点。那这些同学呢，他们年纪比较小一些，可能对这个角色深度的需求不是很高，而更看重的反而是说的角色的这个好不好看啊，够美型啊，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在于，比如说你有上百个角色啊，有太多的重复性，太多的重复性，这样一个游戏的 variety 它就会变得比较弱啊，这个就会变得比较弱。我这个是纯属从游戏市场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事情。英雄联盟，你看它里面有像，比如说阿木木这种角色，丑不丑？其实挺丑的，对吧？会有像Skarner，就是那个水晶先锋这种角色，丑不丑？说实话，Skarner 的这个皮肤哈，就是他很少出皮肤，但是他一出皮肤，队内没有人愿意画，因为没有人去想去画水晶，画一个水晶蝎子啊，水晶蝎子实在太难看了。啊，木木的话，对，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说实话，这种角色就是比较初级一点。但是为什么这种角色它要存在于英雄联盟当中呢？你要说，哎，王者荣耀永远不会出这么看起来这么卡通的啊，有点 low low 的这种角色。但是为什么英雄联盟它里面有这种角色啊？第一，就是因为当时出这个游戏的时候，大家技术比较差啊，就是那个时候技术比较差，就设计师技术也比较差，就设计出这个来了。但是为什么要把它保留住呢？就是因为大家说这个是认真的，这个是认真的，就是像 T 毛啊，像这个 T 毛，还有像阿木木这种，其实它给这个游戏的丰富性增加了很多。前段时间那个湖南卫视的来我们公司参观了一波，然后其实都是挺有权威的这些人当时我问我们说为什么英雄联盟能火那么长时间啊？当时我做的介绍啊，我觉得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说的，我的理解就是因为 diversity 和这个 variety 有多样化，有多样化，它适合更多一些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世界观它有了多样化，它才是一个有意思的世界观，对不对？如果你是想你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里面的全部男男女女全是帅哥美女，然后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人去做对比，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可能无法想象，那个世界其实挺可怕，那其实挺可怕。好，扯得远了点啊，扯得远了点。那就是说，回到刚才说的这个表情，咱们做表情只要做的够好，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插图，很多这个群里的或者是课堂里的这些同学，我都知道你们已经画的很好很棒就是差这么一点点，我觉得这些小的东西，其实我当时也是因为我很高兴我能学的动画，然后把这些东西给用到了，而且这个拳头又是一个公司，就是很在意这个角色的深度，所以能把这个东西反映到作品里面，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很开心的事情。好，然后给你们看一眼我这个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做的这个上课，在 AAU 的时候上课的一些作业可以看出当时其实绘画的这个渲染的这个功底还相当的不纯熟也是用线稿会画的比较多一点，而且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偏动画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业要把这个老头把它做成了一个动画做成了一个小的1分钟的动画，讲的是他和一个老奶奶的故事。然后当时我带着国内的那个有点学院派，因为我从电影学院嘛，然后有点学院派，做的是一个枪毙的现场，讲的是他是犹太人在德军枪毙的现场，然后老奶奶给他围上围巾，然后结果最后镜头一拉开，发现是一个行刑的这么一个现场，就是比较阴暗，因为我当时作为一个怎么说，有点也不是愤青，但是就是从那个年纪就想做这种，感觉就想做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我在 ArtStation 上的头像啊，就是原因是因为我毕业设计 AU 的毕业设计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啊，他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很 mean 的老师啊，mean 的意思就是很刻薄，一个很刻薄很刻薄的老师。然后主角是一个会魔法的小姑娘啊，她就怎么去收拾这个老师啊，这个就是我当时做的这个角色。这个是用铅笔画的，我只是把它扫到了电脑里面啊。这个角色我其实还蛮喜欢啊。这个是一个大概3D 的一个风格的探索啊，但是其实渲染还是很不成熟，就是3D 做的，体感吧，各方面不太会画啊。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对角色的这个动态啊或者表演啊，其实就蛮感兴趣的啊，就喜欢去琢磨这些东西。虽然那个时候结构各方面画的还不是很好。好，看完了一波潘老师以前的小蠢图，那接下来就是找一个这个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小的小漫画，三格漫画，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表情呢？因为当一个角色他没有表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很呆，对不对？你们就是可能从小到大这个课堂里面会有这种样子的表情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同学，他就是没有什么表情有点木讷，这样的话他就会在这个找不到女朋友，在学校里他就找不到女朋友，对不对？但是就同样的一个角色，你给他稍微塑造一下给他来一点表情，yo check now，你看同样的角色，但是他现在会有一天回到了课堂里面，他就 yo check now，yo，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生动了，但是还是没得女朋友，对不对？还是没得女朋友，因为他这个表情感觉有点贱贱的，有点讨厌有点讨厌，没有同学会喜欢他。但是同样的同学突然有一天换了一个帅帅的样子，你们看他进来的时候挤着自己的小眼睛，挤着自己的眼睛，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旁边的同学再给他撒一点小的雪花在旁边，然后就有那个雪花飘飘，然后就是那个感觉，是不是一下就有一种恋爱的感觉？还是没有女朋友？其实我也觉得还是没得女朋友。好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我老婆在后头蹭客厅，蹭客厅。好，人物表情人物表情，我们快速来讲一下人物表情的一些重点。圆滑是你们哇，竟然有人猜到了哇，可以，秋雅我最喜欢的一个剧在注重 IP 的大趋势下表演的重要性慢慢体现，无论是动画电影或者说是秀，像演员的诞生这种类型的这个我可以说一下演员诞生。以前为什么不做这种节目呢？因为以前的观众来说还是不太对表演的要求不是很高。说句实话，我来到美国以后美国来说，你说我看了那么长时间美国电影，现在发现因为他们的怎么说历史原因，他们更多的这个历史比较短，所以他们的大部分剧都是做 sci-fi 的未来的，或者说是现代爱情生活的这种类型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往前拍没有太多的东西可拍，往后拍的话可能比较好拍一些。看久了有一些乏味，说实话特别是像英雄电影这种，看多了有一些乏味。但是有一点要值得一提的就是起码像公司里面这些同事来说同龄人，他们对电影的表演要求其实是蛮高的，像一部电影票房上映以后在美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会有这几个比较主要的 IMDb 然后 Rotten Tomato 这个烂番茄这些网站会拿来评论这个电影的，给这些电影打分，对不对？然后这些打分呢都是由影评人，当然还有这个口碑来考虑来打分的。那美国的大部分观众其实对角色演员表演是比较苛刻的
比如说一部新电影上映以后，你会经常听到同事就开始聊啊，这个演的实在不行，演的实在烂啊，演的实在烂。然后演的烂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个电影的票房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迅速下滑啊，就是大家他有一个共识，你无论是有大牌，无论是谁导演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片子他表演的不好啊，表演的烂，它其实是会被比较针对的。但是在国内可能不太一样，我还是看到很多情况就是一部片子真的就是烂到让我就是那种难受，表演的部分特别是，然后结果就因为导演或者说是演员流量演员还是会票房还是很有保障，这个就是还是可能大家对这个表演的苛刻程度还不够高，但是近几年来说会变好了一些，然后像大家对表演的这个聊的这个话题重视程度也在慢慢的变强哈，所以这个演员的诞生我当时看了2季，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个让演员有了他们终于开始聊演员专业性的东西，而不是只聊八卦上面的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我觉得。好的表演能让角色深入人心啊 ，Joker 色戒啊，这个我看有人截图了，色戒其实真的很好，我觉得色戒应该是我在那几年我觉得是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色戒》，它的这个整个角色的深度和表演都是相当棒。哪吒这部电影呢，这个动画片呢，我觉得其实它还是要比大圣归来要好一些，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它的整个，因为说实话它的表演没有让我太尴尬的感觉啊，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了啊。无名之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没有看的话还有寄生虫啊，这些都是特别好。市面上太多僵尸脸的游戏，这个不说了，我就已经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啊。虽然是市场需求，但是大家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在内，因为我相信来上我的课的人以后都是想奔着更好的怎么说公司去或者更好的项目去啊。那既然如果你要到了更好的项目，你就得知道好项目和差项目的区别啊。虽然你现在做项目有可能不好，僵尸脸有可能。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东西你自己得有意识，你得有追求，你得有这个知识，所以以后你进了好的公司，你也才能在这个公司里面适应过来，并且甚至作为一个引领公司艺术风格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去帮助这个公司把这个游戏做的深度更深一些，对不对？然后表情是说故事不可或缺的工具啊，特别是你想做系列插画或者做漫画这个就不用说了。像做动画的话以前潘老师也做过动画的这个角色设计除了课堂作业以外，还有一些朋友也有这个项目也帮他们做，然后画的很痛苦，说实话当时我不太喜欢画这种3视图加表情集，但是还是一个很好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吧，一个经历。然后这个你要做动画的话，这个表情集就不用说了，你是必须会做的。你无论是2D 动画、3D 动画，还是说cinematic 就是游戏的这种动画，你都是要做表情集的。练习表情可以看迪士尼的设定百年沉淀下来的好东西我觉得迪士尼的东西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把角色表情夸张以后归纳过夸张了并且归纳了就是怎么说呢，迪士尼有一套东西其实是很好的，有12个动画规律嘛，那个以后如果你们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们讲12个 animation principle然后像里面的这种 stretch and squash 对不对，拉伸和压瘪，然后像这种一高一低的不对称的这种表情对不对，像这些东西它有很生动，而且整个面部会有很有弹性而且迪士尼它是2D 动画起家嘛，它对这个角色的整一个体感是做的相当规范的我见过，我好像跟你们说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在刚上动画课的时候看狮子王的这个清线中间帧不是说 key frame 都不是关键帧，是中间帧，一张清线是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的，而且是从最基本的几何形体画起，然后再加上肌肉，再加上最后的 outline， 就你们看到简简的这几条线其实他们要打很多的草图在上面的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经过很多艺术家很耐心沉淀下来的好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今天2D 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失传了快，
因为美国的动画市场已经被2D 动画市场已经被取代的差不多了。当时迪士尼的这些好多元老级的画师啊，当时的那些很多很牛的画师抱着画板出去工作都找不到。就是 Pixar 就是皮克斯公司刚开始火的时候， 3D 动画成为一个行业主流的时候，那这个2D 的这些动画师有的是找不到工作了。当然元老的话特别好的还是有一些可以留在迪士尼公司给 3D 动画继续做这个角色设定啊。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大段时间，这些艺术家他们都花很长的时间在研究角色的这个生动性啊，然后做很多的 study， 就是学习找一个模特啊，他们这个是出了名的啊。当时像 Disney、Pixar 这些动画公司，他们做有动画的前期是拼着老命去做的，他们可能会花3到5年的时间去做前期。比如说那个小马王，你们可能没看过，很早了，小马王就是全是马，那个动画里面基本人很少，然后那个动画基本上就是公司真的迪士尼当时就是找了马作为模特啊，大家天天画马，天天练啊，不是说一上来就做项目，而是要先做很长时间的练习，去做马的练习。然后像那个大家知道的Tarzan 也不用说，他们也是找了猩猩和找了一个特别健壮的这个人来做了很大量的练习啊，做了很大量的练习。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看迪士尼东西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啊，他们是已经给你沉淀下来总结下来的啊，你不需要说是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思考，就是多照着临摹其实都是帮助相当大的啊。其实潘老师以前有一段时间临摹了很多迪士尼的这些表情图，然后这些都不是了，这些都是 TP Troy 但是我觉得临摹这些表情图对我对后面处理各种现在英雄联盟的这个插图里面处理各种各样面部的表情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啊，相当有帮助。好，那说完这个，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这个craft， 就是技能的部分啊，技能的部分。怎么那么乱呢？那说到表情，我们第一个要找好的演员，对吧？好的演员，这个我们快速的说一下，我们有分成几个比较大的形状，特别在动画里面，这个形状来说是第一步你找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当你有自己的主动创作的空间的时候你要创作一个角色，那么你就可以考虑说，你这个角色是要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对他事后的表演是怎么样的。其实从一开始的形状来说就定下了一个大的方向那比如说方形，我们先来说方形。方形的话它是一个很强壮的很坚硬的它是一个四边体，它站得很稳像这种情况下这个角色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厚重，比较厚实很可靠很强壮所以像盖伦，对不对？游戏里面喝口水。像盖伦Darius 这样的角色，他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偏方形的这么一个方形范畴里面的像加里奥，对不对？这种坦克型的，为什么坦克它都是偏方的就是因为它就像一道坚强，一个坚不可摧的盾牌一样的，就立在那，给你一种很安全很可靠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同样的话，你也可以作为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冷静和稳定其实它是有一些共通点的像稳定和刚才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坚定坚硬稳定，这个感觉是比较共通的。所以如果你在构图当中这个角色你是用一个比较方形的这个方式去处理的话，它会给你一种比较 calm down 比较冷静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的这个是在选角色的方面接下来说一下三角形三角形它是一个不太稳定的这么一个形状然后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有3个尖尖角，尖尖角给人的一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语言？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之前有同学问过什么是形状语言，这就是形状语言啊。刚才方形给你的是一种语言，就是坚硬、坚强、稳定这么一个感觉。那三角形啊，这个尖尖角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就是一种 aggressive，就是有一种有威胁的啊这么一个感觉。你想在真实世界当中，你看到尖尖角的东西，不是刀子啊，就是冰锥啊，就是这些东西，它就会给你一个这种形状语言，它是来自于现实世界当中的它不是人类编造出来的。你看到它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你在现实世界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形状。那像它会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呢？Dangerous 就是危险，对不对？Michael Jackson 的那首歌 Dangerous， 还有一个就是 Unpredictable，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倒三角它有一个不稳定性，那不稳定性咱们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一种不可预知的感觉叫 Unpredictable。那不可预知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角色你试想一下，这个角色他前面跟你还挺好，后面就跟你变脸去做坏事情这种就是要不可预知的一种角色你在现实当中，为什么尖嘴猴腮的人你就会觉得他不可靠？为什么尖嘴？为什么演员选择演员的时候，你们试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演员你一看他就是坏人？为什么他是坏人？尖嘴猴腮的，他就感觉有一种很不可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他下一秒他说的这个话是真话假话你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什么样的抉择，会不会给你背后捅刀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形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视觉语言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危险和 unpredictable。那三角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诡辩和 aggressive 侵略性。诡辩是mischievous， 那这个大家可能跟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前面的妖姬那个差不太多。诡辩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脸，对不对？像小丑就是这种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就是 Shaco 他也是这种给你一种感觉他就是在你面前耍滑头然后经常用一个，你们玩英雄联盟的就知道他在游戏当中其实蛮讨厌的。大招就是做一个分身出来，在那里演，然后就杀一丝血，你一个闪现上去，发现爆成了3个盒子，然后就在那一对狂怼你，怼完了他的真实的这个又从隐形的部分跳出来给你背刺一下你就觉得被玩的很想放下手里的鼠标就开始打字了，对不对？有些同学就被这个杀2次就打字了。然后其实妖姬也是这样，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妖姬在游戏里面它有隐身这种技能它就是而且也有分身，是不是？它就不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这种形状的角色，它就是给你带来这种感受，所以这个角色形状，这个形状语言就也代表了这个角色的角色性格和角色特点，对不对？好，那说完了三角形和方形，那最后一个就是圆形圆形。三角形，我们关掉三角形。圆形的话呢，就是也比较好理解了，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得到圆形的话憨厚一些，敦实一些就是它这个圆形给人的感觉就是可可爱爱的，所以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像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胖胖的人，敦实可爱，我们就是叫敦实可爱。那这个就是圆形的这个形状语言给我们的一种感受一个是憨厚，一个是敦实像游戏当中的 Blitzcrank 机器人，它就是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它笑起来也是憨憨的大家也知道还有就是圆滑，另外一个方面，刚才那个是好的方面，那不好方面它就是会比较圆滑，比较老练，对不对？圆的角色嘛，它就是给人一种圆滑老练的。那比如说，当然这个我当时是想，我知道酒桶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是我就是往那个方向稍微做了一下一个写实版的酒桶给人感觉就是哇，这个人怎么很油你就感觉这个人很油，他不会躲闪，他跟那个 mischievous 不太一样，跟三角形不太一样，三角形它是藏在后面藏在后面躲着阴影，像圆滑的人他不
不在背后躲着你，他就是明面上跟你给你打嘴仗，你就打不过他，你就干不过他，因为他更聪明他知道怎么去处理并且在明面上去处理，而且圆滑的意思就是他不会让你难受他可能会得益于你，但是他不会让你难受，因为他是圆滑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先选择演员从选择演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就是用3个大的形状把这个演员给先归出了一个大概的类型。其实很多时候角色设计都是在这样的形状语言下做出来的，就是很多动画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Up 飞屋环游记，其实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Up 里面的这个老头，他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角色就是用型是比较偏方形的就是刚才那个我们说过的，就是很稳实，但是同样也有个部分就是很固执你方方的人就感觉很固执。但是他小的时候，你们看，其实他小时候是很圆乎的，圆乎乎的，越到老了就越方也就是意味着他自己的这个角色设定变得越来越固执。那大家也知道，对不对？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一个固执的都不行的糟老头子。你们看画的时候，基本上一开始就是一个方形给怼脸上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而你看这个都有说形状语言。而另外一个这个小孩那个小童子军，你们看他就是圆圆的很可爱，很憨厚可爱，他在电影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也是当时他们说过的这个包括 Pixar 里面的艺术家，他们就说过这两个角色的设定时候，专门给他们俩配了一圆一方，就是要让他们两个产生很鲜明的这个角色对比角色对比。所以以后我们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是面相或者说体型，它其实都是可以用到里面的。你们一定要想到这个角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语言形状语言。好，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角色，我们来说一个简单的动画 principle 就是刚才潘老师提到 stretch and squash 一个是拉，一个是挤压那其实他们都是说白了，它这个一个是只是从不同方向上的拉吧。当然从一个球来看，你就试想上来说，你就是试想一下，这个上面和下面它都是有2根链子，你就往这两边蹬这个球，它就是 stretch。然后你把这个球上面放一个重物就是 squash， 去挤压它，那就会产生这么2个不同的状态。那这个状态跟我们说表情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刚才潘老师也跟你们说过的，就是在一些表情处理上，或者说是你做表情的时候，如何让这个表情更加的生动。这一套是比较美国的东西，我觉得日本的动画来说也用，但是用的不是很多我个人觉得其实对插画来说用处还是蛮大的。那这个你们看一个惊悚的表情，惊讶的表情一抬嘴眼睛大大，真的很惊讶的表情你要是想把这个表情给强化住，你其实就要去做一个 stretch， 把它给拉伸开来。这样的话，你想眉毛往上抬，嘴巴往下垮，这个是惊讶的表情的一个部分，对不对？那你怎么把它夸张化？就是从纵向的这个角度把这个角色给拉长一些比如说把左边的这个角色蒙住，你单看右边这个，你并不会觉得它其实被拉长过这个小的技巧其实在动画里是用的特别多的。包括像在游戏当中，你们看 Darius 叫什么来着？他叫什么来着？诺手在游戏当中那个跳劈的动画，其实是拉伸的相当严重的。Animation stretch， 拼错了对，这样。那这个就是你们看他跳劈的时候，这个手有多长？为什么感觉灌篮那么爽？用 Darius 为什么灌篮那么有感觉为什么那么有感觉？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动画
Puppy 的也是对不对？锤人的时候它会拉长到这么长，但是它只有一帧的时间，所以你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的你基本上看不到，但是你能感受得到那这就是 stretch 的应用。那在细微表情当中，其实面部也是可以 stretch 的好，那咱们再看2个不同的例子这个也是一个 stretch， 惊讶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怎么判断它是你要用拉伸还是用挤压呢？其实就是比较简单了，也比较简单。当你要做眉毛上挑嘴巴下抬这个下颌往下压的这么一个表情，就是角色如果纵向上有变化，你就把它从纵向上沿着纵向把它更夸张一些。而角色如果是气嘟嘟的比如说为什么叫气嘟嘟的嘟起来，像我儿子也是一气起来就是我们叫他小嘟嘟小嘟瘪。为什么它是瘪的呢？为什么它是嘟的呢？就是因为它整个它的表情眼睛往下压，然后嘴巴往上挤往上抿，对不对？然后它整个下巴整个脑袋都往下巴里面挤，就整个人就是往一个横向上拉伸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是嘟起来了角色。那这个就是你判断如何用 stretch 或者是 squash 的这么一个区别是根据角色的表情来定的。最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加入一些体感以后的咱们去做的这么一个过程一样的，同样的，对不对？同样的东西再讲一遍。那大家会了这个东西以后我希望以后在你们的这个，其实这期的作业就是做一个表情集我就希望你们再把这个表情集里面加入到这些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和元素我是希望看到的。好吧，那这个什么鬼？你们这个有时候发现这种东西我就没法 focus 了，我就没法认真了。好，那我们从每个表情给大家分析一下大家看我这里已经准备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表情我就给大家开始细讲一下每个表情的不一样每个表情不一样。那第一个表情我们要讲的是坏笑坏笑的英文叫 smirk S-M-I-R-K smirk 这个它的直译是傻傻笑微笑，但其实从来没有会用 smirk， 我们特别是我们画画的时候，如果说你接英雄联盟外包的时候经常会得到这样的反馈，就是 give the character a smirk， 就是让角色有一个坏笑但是你要是直接用翻译一看傻笑，我要他笑得憨憨的，一画完蛋，对不对？那其实 smirk 它不是傻笑它就是一个坏笑，表现角色的诡计多端憋着坏的这么一个感觉。那大家可以想到游戏当中是不是很多角色，就包括刚才给你们举例的像勒弗兰，他就是这样一个有点诡异的有点诡计多端的，有一点小坏笑，那但是这种小坏笑有一点性感这么一种感觉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有这种感觉它的实用指数是 80%， 就是我列了一下为什么，就是真的很多角色都是需要，有的时候就需要这么一个 smirk， 有的时候角色就是我看他就是纯在笑感觉缺点什么，就觉得角色的这个深度和他的性格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其实是要坏笑才对。一般是用于反派角色有点坏坏的又很自信高傲女性坏笑后很性感，大家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要点是什么？要点是不对称的微笑不对称的微笑就是单边的提嘴单边的提嘴角，而不是跟正常微笑不一样，大家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单边的提嘴单边的提嘴，这个就是 smirk。其实一讲大家都觉得很好理解都是很好理解，觉得这个我平时画画也会带一些但是我们要系统的讲，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去画了，对不对？然后第一个是单边的提唇，第二个是眉毛联动眉毛联动就是你提嘴的时候，像这个眉毛也会稍微有一高一低的这么一个状态，你们看是不是跟眉毛联动起来，但是是很微妙的这么一个变化其实你们看这个也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好像还好。
最后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就是下眼睑要上扬。你笑的时候哈，其实是眼睛下面这块肌肉在往下挤啊，下眼睑往下挤。你下眼睑往下挤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其实可能你看不出来，但是你能感觉得到啊，稍微提一下下眼睑，就会有这种鬼笑的这么一个感受了啊。都是下眼睑轻轻的提一下。哎呀妈呀，你们这个也太调皮了，同学们，他这个是憨憨吧？他这个铁憨憨吧？他这个有点铁憨憨了，我去啊，受不了你们，受不了你们，真的受不了你们，太有才了。好，那我们把这两个部分总结出来，你画的时候其实也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做图的时候，上眼睑不变啊，上眼睑不变，下眼睑往上提，并且可以稍微给一个体感，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眼睛的肌肉是有在往上挤的啊。这个在英文里面叫什么？叫 scrunch 啊，就挤一下这个肌肉的感觉。那单边的提唇啊，不用说了，画的时候你就注意就好了。然后在嘴角的地方，你可以给一个小窝窝啊，这么一个小的窝窝，其实就代表什么呢？这个小窝窝代表的其实这边的嘴笑的要比另外一边要更厉害一些啊，其实就是这个窝窝，就这边这个窝，你看你提的猛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皱褶啊，就是会有一些皱褶，那就是这个小窝窝啊。虽然它两边都有啊，但是被提起来的那边会更明显一些，更明显一些。这个小窝窝其实是在脸这儿，这个人。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坏笑。那坏笑在这个就像我说过，在英雄联盟里用的挺多的啊。像这个笑就是一个不对称的笑，对不对？那我敢100%的100%的肯定。那在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 Aspen 说过啊，就是说你的笑容太对称了啊，给他一个 smirk。那一说这个 Aspen 也就懂了。那下一次的反馈，他就会把这个笑容往单边去提一下。然后眉毛也是单边提高一点啊，单边提高一点，那这个角色这么细微的性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看啊，这个东西，知识这个东西，你知道了，并不一定是能很快速的，你第一眼看上去啊，这张插图怎么样渲染的精不精致啊，你还是看这些东西漂不漂亮啊。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插图它就更能打动人就更能打动人，它的深度就更深一些，其实就是这么一丁丁点的东西，你要不要去推，你会不会去做这个就是表情的一个细微差别细微差别。然后动画里面的这个卡特琳Katarina 也是一样的就是 smirk 单边的，她很爱坏笑，对不对？也算是一个比较 classic 比较典型的一个坏的角色了，坏的角色。然后还有就是伊芙琳伊芙琳不用说了伊芙琳她是一个用自己的性感她是一个恶魔，她整个就是一个 demon， 但是她的这个女性的外表只是一层皮囊只是她用来勾引人的这么一个皮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这张全图就是这个国王，这个是一个国王，你看他的王冠在这里放在地上掉在地上了，然后他穿的也是很华贵动物皮的在地上被伊芙琳按在地上。那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象，对不对？国王就是已经被伊芙琳给诱惑了，这就是公主冲进来，不是公主王后冲进来，带着军人冲进来捉奸捉奸其实不是，是过来救他的国王当然也是捉奸，对不对？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情景下，你们觉得给这个一个 smirk 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坏笑就像刚才庞老师说过的，坏笑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种坏坏的性感的感觉，对不对？那这个情况下，咱们就给一个 smirk， 完全没有错好，咱们再讲一个表情就休息一下笑容，咱们第二个来讲一下笑容，好吧？笑是最重要的表演方式之一，但是越是基本的表情就越容易展现角色性格。所以画笑以前要考虑一下角色性格，这个角色笑容有什么特点例如《权力的游戏》里面这个女主角一笑就是八字眼，嘿嘿，很有特点很有特点，但是画出来不一定好看比如再如 Maleficent。我
看有没有写 Maleficent 的这个一笑，它是露下牙的啊，很少有角色笑起来露下牙啊，你看都是上牙，对不对？都是露上牙，但是他的笑容露下牙，这就给他的笑容里面添了一点点吓人的东西啊。其实他就是这样嘛，因为他演的是一个 Maleficent 是历史上一个最有名的坏角啊 ，villain 是一个坏角，所以他这个笑的时候就刻意做了一下这么一个有特点的，让人不太舒服的笑容啊。难度很大，画笑容其实难度特别特别的大。笑容虽然是最常见的表情，但是对画师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啊。其实说实话，画笑容不好画好。你要画好，虽然它是一个你看着美女，其实天天都是笑，但是我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你们画过头像画的比较多的，也都能感觉到，你们画美女，说哎这个美女看起来真漂亮，哎我要淋一下，然后结果一画到笑的这种大笑的，特别是开怀大笑的这种美女，画着画着就觉得怎么会那么难画，或者说是画出来就很丑的感觉啊。这个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个是很多人大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笑呢，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法令纹，并且它是要露牙齿的，这两个部分在绘画当中它的 value 是特别细微的，你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把这个角色给画老，第二个牙齿一画出来就会让这个角色很奇怪，你一旦如果做不好的情况下，所以它的难度就很大。那 Ross Train 呢，他画了一张，这张我就觉得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他的所有作品当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啊，他的其他作品大家都知道，就是怎么说，我所说的就是比较有点僵尸脸啊，很多画师都是画的有点就是表情比较单一吧，没有太多。那这个一下就跳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把笑给画漂亮了。当然我知道这张画是有一个参考的。无论你有没有参考，你只要能把它画好，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能把笑容画棒了，那其实它是可以第一秒抓住你的啊，第一秒你就觉得这张画跟别的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别的画是不画笑容，知道了吧？那你们能把它画好看，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技能啊。我说的这个地方的笑是一个比较大笑的，就是露齿的笑，而不是只是弯嘴一笑。那样的话其实难度不高啊，难度不高。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笑容的特点啊，笑容的特点。其实笑容的话是上面偏平，给大家勾一下，不要写。这个我没有列出来，所以给大家列一下。上面嘴唇上面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是比较平的啊，其实是比较平的，但是它的下唇部分反而会比较弯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啊，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那日漫的呢，我也给大家总结过，它是一个上下有一个这样的，日本比较偏二次元的，它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形状啊。然后第二个部分我要给大家提一下的就是嘴角部分，画的时候嘴角部分。牙齿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你一旦画不好就特别难看。第一就是你一开始不要太容易把这个牙齿给一颗一颗的隔出来啊，这个你一颗一颗的隔出来，特别是你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会把这块一下注意力就拉到这块上，就会觉得有点奇怪。所以你一般来说处理的时候先不用急着把牙齿给割出来啊，一颗一颗的割出来，不需要。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嘴角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笑的时候，但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好，就是你要给它有一个空间，把它按进去，是一个做 AO 的地方啊 ，AO 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角落里的阴影啊，大家记得就是 AO，就是光线到达不了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错觉呢？给人一个什么样的错觉？就是它的牙齿在内部是弯的，是有弧度的啊。牙齿是这个样子，有弧度的。那到这个嘴角部分，它就伸进去了啊，它是有深度的，它伸进去了，所以它就是在阴影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张 Ross Train 的这张好看，画好看了，就是用到了这个，你们看。
他的牙齿没有呆呆的去这么画，他没有呆呆的把它一个一个的画出来啊，这个就很呆，这个画出来就很僵硬。你只要把它一按下去啊，它这个地方还用了一点柔边啊，就让人感觉一下这个小牙齿它就圆圆的，这个圆弧的感觉就出现了。然后笑容呢跟坏笑差不太多啊，提下眼睛啊，把下眼睛往上提，下眼睑这块肌肉往上一挤啊，就出现笑容了啊。还可以再看一下，呵呵呵，大家看啊，所有笑容都是你可以分析得到，对不对？就像我说的，它其实是一个挤下眼睑的过程。上眼睛到底有没有弯多少？其实上眼睛你是弯不了的，因为你没有没有一块肌肉是去把这个地方做弯，而且它上面就是弯的啊。你唯一能挤的就是下眼睑的部分啊。所以为什么会有人笑的时候是眯眯眼，就是这样的笑起来，对不对？就是下眼睑往上挤的一个过程。你挤了下眼睑这块肌肉啊，人就笑起来了，对不对？我们看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就是笑容啊，笑容。那笑容呢？当时潘老师很早以前画过这一张啊，Y，可能是3年前、4年前的一个恶魔 Y 啊。当时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画画也还不是很，特别是画这种掌握这种大笑的这种露齿笑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包括光影和体感我都还没有太到位。那这个其实笑的就有点奇怪啊，这个嘴笑的就有点，我当时画挺长时间的啊，但是有点奇怪。那跟我们刚才的这个课上完了以后啊，上过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啊，它这个笑是怎么样一个理论啊，上面稍微偏平，下面是弯，这个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它过了一点。所以我做了一个小的改动啊，做了一个小的改动，那这样的话它就好很多了。就是之前那个太卡通了，之前那个感觉整个就已经就很卡通这个形状，但是其实它上面是偏平的啊，它不用做一个很大的弯曲啊，所以就是我们把它做平一点，然后给一个这样的形状啊，给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再把这个嘴角的部分给压暗啊，它就出现我新改版的这个，当然也不是很完美啊，因为我这个改的很快啊，所以也不是说多完美，但是我觉得至少比之前那个要舒服一些，改完后舒服一些。OK， 好，那这个笑容我们讲完了，我们现在做一个休息一下，好吧？刚才这个又是讲课巴拉巴，嗓子有点难受啊，休息一下。哦，等一下，休息之前，哎，这个我刚才没有给大家放啊。对，这个是我分析眼睛啊，下眼睑比较平，对不对？然后这个技巧是美女咧嘴笑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不要去强调哦，对，不要太强调法令纹啊，这个画的时候，这个法令纹哈，为什么画不好？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画女性角色很容易把整个角色的 value 就是调子画的比较亮，这个还是大部分人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有点像这个样子的，画的比较亮。但是在比较亮的情况下，就是当你的体感还没有塑造起来，或者光影没有很暗的情况下，你又用到了这样的一个光影下的法令纹，或者就是不小心给画多了一点点，突然一下就会把这个凸显的特别厉害啊。其实原因不是因为不能画这个法令纹，而是说你的脸上的调子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暗部还不够暗的时候，你突然加法令纹就会让脸看起来很老，这个就为什么大家画法令纹画的不太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不要过于的强化法令纹，而且不要一条线拉到死啊。我们很多人画法令纹的话，它会比较僵硬，就是这样子，把它一条线拉到底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就会做的太猛啊，就会做的太猛。那其实你很多时候只是需要一个很细微的两个调子的一个转变啊，这么一个调子和这么一个调子。你看我吸这个调子是92，吸这个调子是90，大家看没？89，这两个调子之间只差了2位数的调性啊，什么2位数？两个就是只差了2的调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做很细微的这么一个转变的这么一个方式啊。那为什么看起来差别这么大呢？其实它是一个颜色的差距啊，这个颜色的差距。像 saturation 就是它的这个对比度，吸这个地方的话是29，但吸这个上面这个部分就是45了，它有了将近20的这么一个跳跃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去做细微的体感变化。大家就是还有犯错误的，我经常看有同学也来问我，就是为什么会画油，脸部画油了，其实就是因为你的面部调子用的太突兀太狠啊，你看这个调子用的太狠就不对。好吧，那笑容呢就是这个样子啊。英雄联盟角色当中的笑容我就不用说了啊，用的很多，像 Yordle 约岛人啊 Tristana 这张就是一个我觉得做的特别好的，风格化也很到位，然后笑的也很好看啊。然后笑容露上齿，大家看啊，露下齿，一般来说画的时候就这么画啊，会比较好看一些。你看这个女孩也是露上齿不露下齿，对不对？露下齿只是一点点啊，有点憨憨。那这张也是啊，一个比较好的笑容的成功的范例，我觉得也是露上齿，你们看嘴角进去了，对不对？这个格雷夫的这张，我觉得也是风格化相当到位的一个，你看小下眼睑往上挤的特别好看，那个小三角形做的相当不错。这个就是在英雄联盟当中笑容的一个运用啊，所以角色啊如何生动，你就是要会做不同样的表情，才能把角色画的更不一样啊。差就差在这么个5%的这么一个距离。好，行，笑容说完了，咱们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55回来。那潘老师休息一下，那我们继续开始猜电影好吗？这个声音会不会太大声？没有声音吗？啊？我重新开始了，有了是吗？啊，好的好的。要再大声一点吗？大家觉得？哦，对了。这样可以吗？太羞了呀。QQ 私信我了，对，已经有同学在你前面回答啦。还是好厉害，这个是我说的他们的日语版原声。
时间找来再给你们放。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是的。Who knows? 私信我哟。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为什么？ embrace I shared with 宫妹为什么？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你都 wants. 点过了。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 Yes, 119号是觉得很耳熟，但是猜不出来名字吗？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私信点歌。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没有，手慢了是吗？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是的。哇，歌名都猜出来了。加油加油，我们还有下首呢。 'Cause all that I need's that crazy feeling. I got 就是今天我们就课间放的音乐，就大家可以猜一下电影的名字，猜对的话就可以私信我，就先猜出来的同学就可以私信我点歌。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请吃火锅。哟，中。QQ 找我。你来吗？来了我就请你吃火锅。带上你要送我的花哦，我可记得的。慢了一步哦，前面已经有同学猜到了。下一首。
是听歌识电影。哦，我也很喜欢。是新觉的妈妈留了2盘好磁带。银河护卫队嘛。是的。好，潘娜可以点歌。哇，点歌啊！点歌再点吧，我们快开课了。对，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是听歌猜电影，然后看谁先猜对。对，然后潘娜你一上来就猜对了。有奖励吗？数位屏呀。好吧，那我待会儿私信我。对，待会儿我下课的时候我点一下。等一下，我听一下我是不是儿子哭了。我去，同学们不好意思潘老师小闪2分钟。那我们就继续听那首没有才听到开头的歌。对，口中充满了失望。你们有玩过那个奥日1的吗？奥日与黑暗森林。那天我看到你们在说很好玩，然后我就去下了一个，然后我发现我是手残。2星出的，但我1都还没有玩完，然后玩过。对，我也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就是想换个手，你知道吗？回来了，回来，不好意思。这个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这个每天不知道小脑袋里面想一些什么东西，有时候就一阵不爽，我就要给你
嚎两嗓子，给你表示一下不满啊，给你表示一下抗议。看他直播完给你看，在聊什么呢？好，那我们回到，想，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课堂啊，继续回到课堂。刚才我们说了笑容啊，说完笑容，接下来我们来说愤怒啊，愤怒脸。愤怒是触碰到了角色底线啊，认识了一个人的另一面。这个愤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画一个角色愤怒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表情集里面基本上都有这个角色愤怒的样子啊？就是因为一般愤怒在英语里叫 tilt 就是已经倒了，这个人就是弯倒了啊，就是意思就是你已经被碰到了你的底线，你要把你的另一面给带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你在现实世界当中啊，你的同事之间你很少看到同事愤怒的样子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就比较易怒啊，那但是很多在工作环境当中，因为你要保持一个专业性，你就很少会见到他们给你发怒的样子。那这个就是调动情绪的好帮手啊，增加紧张的气氛，在电影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塑造一个角色，你让这个角色平时都是和蔼可亲的啊，他一旦愤怒起来，你就感觉再加上音乐的话，一下子这个调子就沉重起来了。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啊，愤怒的话，它其实用好了是可以能很快速度的把这个无论是你电影、动画还是插画，把这个情绪给调动起来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要领是什么呢？这个愤怒很简单，我们就快点说啊，眉毛下压，肌肉眉肌凸显。咱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眉毛下压，眉肌凸显啊，眉毛下压，眉肌凸显啊，这些都是眉毛的肌肉，对不对？这几块都是啊，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是这样子的，眉肌凸显。眉毛下压，眉肌凸显啊。然后第二个是嘴角下拉啊，这个已经很显然，也很简单，不用太说。通常是配合低头啊，像微表演会让角色显得很酷啊。一般你这个愤怒的时候，你都是会用前额，你的这个额头脑门部分去指着人啊，对不对？你耍恨的时候啊，你是用下巴指人。但是你愤怒的时候，一旦严肃了，你头就低下来了。眉肌好难画啊，眉肌这个部分呢，你不宜把同样的啊，你不宜把它画的太过明显啊。很多时候你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处理啊，就是一点点 value 就可以了，就是 value 就是调子的变化就可以了啊。你不宜把它画的太过啊，其实就是一点点，它就能很容易看出来就是很生气的一个样子啊，不用太多。你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不用太多啊，一点点就够。然后低头，大家记得啊，要把这个角色的头稍微低下来一点啊，就很酷。眉眼之间的距离缩短啊，这个也比较重要啊，就是以免有的同学画的时候，你画是已经把眉毛压低了啊，但是你的眼睛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这个就有点不够劲儿了啊，就有点不给力了啊。为什么呢？啊，你要把这个眉毛和眼睛的距离给它缩短，甚至是贴住啊。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结构里面来说啊，你整个表情的变化其实就是眉毛的这块肌肉的一个变化。你一皱眉，你眉肌往下一压啊，那这块的这个距离自然就会缩短。你的眼睛是不会往上提的啊，眼睛的距离，因为它的这个骨骼来说，你的眼球是不会在脸上到处乱跑。那唯一会跑的就是这块肌肉带动着这块皮肤啊，你惊恐的时候它就是往上啊，或者说是一个 wonder 就是有问号的时候，
就是有疑问的时候，眉毛往上，对不对？那就是这个眉基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你在把眉基往下压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它就离你的眼睛很近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画的时候是眉毛画完，咱们直接就画上眼球啊，这个样子。这种画法为什么会让人显得就是一下就是怒怒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这个原因啊，也就是这个原因。好，明白，这个很简单哈。然后在 Splash 当中啊，愤怒的啊就不用说了，很多运用啊，莫甘娜的插图就是这个样子，嘴角下拉，嘴角下拉，眉毛中心往下沉，眉毛和上眼睑基本你们看都连到一块去了，对不对？这个距离要拉短。那如果你们要在画这种愤怒的表情的时候，就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到这几点啊，这几点没有做好，这几点啊，眉毛向压，嘴角下拉，低头有没有低啊，眉毛和眼睛的距离有没有缩短啊，这几个都要做到。同样的 God face listen， 你们看它这个眉毛眉基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小点 value 的变化啊，不宜把它画的过跳，就是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它这个基本上眉毛和眼睛都是贴到一块去的，对不对？当然这个欧洲人更是明显啊，我们亚洲人的话，他上眼睑和眉毛之间距离比较开，你就算很愤怒的时候也不会太贴，但是一般来说外国人的话，或者说是棱角比较鲜明一点的，这样的都是你的上眼皮和你的眉骨、眉峰这些就贴到一块去了，好吧？然后嘴角下拉，对不对？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愤怒的表情啊。所以其实你看英雄联盟的很多插图，它的这个脸哈，虽然表情它做的不是特别夸张的那种，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微表情，它就把一个等于说把一个僵尸脸的标签给撕掉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同学你们觉得英雄联盟的这个插图，如果你们喜欢英雄联盟插图的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英雄联盟插图它有看头，其实就是这些小的东西做的比较好。好，愤怒说完了，咱们来说一下疯狂，哈哈哈哈，木哈哈哈哈。疯狂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表情啊，因为同样的，你这个疯癫的角色好多演员都会想去挑战啊，因为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情啊，因为你见的不太多。你人生当中不可能你处处碰疯子吧，大部分人都表情都很细微很细小，但是这个疯狂的表情它就很有戏剧性啊，然后看起来会让人觉得有点吓人，对不对？有点吓人，有点毛骨悚然，无论是恐怖片也好，还是说这种悬疑的这种感觉也好，那这种惊悚的表情啊是一种很惊悚的表情。那同样的我们来说一下关于 crazy 疯狂，英语叫做 crazy， 用于叫病态的角色啊，像金克斯在英雄联盟里面就是一个比较 crazy， she's a crazy girl， 就是可能脑子有点哪里出问题了啊，就有点 mind problem 这种感觉。用于比较病态的角色，像 Joker， 对不对？这种就是叫 crazy character， 疯狂的角色。现在游戏中多少会有那么一两个这种角色来增加丰富度啊，这个是无论国内的国外的游戏都是这个样子。设计这类角色也很容易抓住眼球，它是很快速的，你要设计一个这样的角色你的这个角色游戏的丰富度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因为它这个实在太夸张了，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所以大家很容易用。难点同惊讶相同，都是眼睛睁大啊，因为惊讶也是这样，眉毛往上提，眼睛睁大。那它 crazy 和惊讶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crazy 是眼皮肌肉活动，而非眼眉联动。简单的说就是眉毛不动的情况下，把眼睛用力睁大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你看小丑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他为什么表演起来他就感觉有点很恐怖，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感觉。
你惊讶的时候，你是不是啊一下你就抬眉毛了？你试一下你惊讶的感觉啊，你自己抬一下眉毛，对不对？惊讶的时候就抬一下眉毛，眉毛就抬起来了。其实这个有点惊讶，但是同样的疯狂。但是疯子不一样 ，crazy 不一样。你试想一下，你看住你的前方，不要抬眉毛的情况下，使劲睁眼睛，有没有感觉到有点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疯掉的感觉？你这个是惊讶，这个他眉毛抬多高啊？这个是惊讶，好不好？你试想一下，尝试一下这样的，包括这样的，你眉毛甚至都是往下压的情况，你使劲睁眼睛啊，这个也是同样的。你们看，眉毛并没往上抬，但是你使劲睁眼睛，它是全靠眼睛周围的肌肉啊，把这个眼睛给撑很大，这个就是疯了人疯了的一个状态嘛。你不会你就是眼睛周围的这个小表情会做的很多啊，很多。像这个也是，你们虽然看他Jim Carrey 为什么这张他的这个笑跟平时的人也不一样？我是听谁说 Jim Carrey 他的表情可以做100多种还是什么样的？就是他是表情最多的一个演员。他的眼睛就包括这张我都能看出来，其实就用到了一个眼睛往起睁，但是眉毛并没有往上抬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就是惊讶，对不对？这个就是有点，其实这个再推一下就是 crazy， 这个也是 crazy， 眉毛不动啊，眼睛往起睁，这个就是难点啊。所以惊讶和crazy 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画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就是露出尽量多眼白的部分啊。这个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啦，你眉毛不动，使劲睁眼，你眼睛睁大了，不就是眼白露的就多了吗？那眼白露的多了的话，你的眼珠是不是就显得小了？那不是有一种称呼叫做四白眼吗？四白眼是什么样子？四白眼不就是这个太逗了，这个词我以前也不知道，是一个挺八卦的，以前一个女生的朋友告诉我的啊，她挺讨厌那个角色，是一个四白眼啊，不是角色，她挺讨厌的一个人，她的一个姐们儿总是露四白眼，就是这种，你的眼睛这些是眼白，对不对？那你的眼球在中间，那这些都是空出来的，这个就是四周都是白色的四白眼啊，挺有意思。那疯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就尽量多的把眼白部分露出来。你看，眼白更多的露出来，把眼白露出来。抬眉后会向惊讶转变，对不对？就是刚才老师说过的。那使用技巧一，把瞳孔缩小啊，那这样更能让我们把眼白的部分露出来。就把瞳孔缩小，你们看金克斯就是这个样子，把瞳孔画很小，一个点，对不对？第二，加强一下眼妆啊，加强一下眼妆。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疯狂的角色是不是都有比较浓厚的眼妆？你看画这个金克斯的时候，眼妆就是眼睛这周围的这个调子都可以把它压暗一些，就是让他的眼妆很重啊。你们看，加强眼妆，这个没有，这样也可以让人更多的像疯子一样的，像疯子一样。第三，睁大眼睛并且向下看啊，向下看。其实向下看很容易给人一种很疯狂的感觉，因为他抬起头来，然后抬起头来用下巴指着你的时候，然后再给一个这样诡异的笑容，再把四白眼睁出来，然后眉毛再不抬，你看就是一个很疯狂的那种感觉，像个疯子一样，很有压迫感啊。所以眼睛睁大向下看。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疯狂啊，疯狂是怎么做？接下来就是悲哀，我们的悲哀的样子。伤心了，我们就要表现出来啊！我们伤心了就会流泪，就会哭出来，并且跟随着一些伤心的表情。这个什么是伤心的表情呢？悲伤是调动情绪啊的最佳工具啊，跟笑容一样啊，悲伤也是。
如果你想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更有沉重感，你就可以加入角色的悲伤的表演啊。那比如说，特别是那种很坚强的那种角色啊，你一旦哭起来啊，就会让人很心碎啊。像我记得我看那个《我是传奇》，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幕就是他和家里人分离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这个军人一般是不哭的。那他有一场戏就是他把他的家人送到直升飞机上，然后把他们送走。在那个时候他就我看着他的孩子被送上直升机，因为他要故作镇静，故作坚强，他是军人，他要做家里面最强有力的这么一个支柱，所以他不能哭出来。他那段演的就让人很撕心裂肺，他就是一边忍着眼泪一边笑给他孩子看。那个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下就把这个剧情调动到了一个特别让人感慨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很感人的一个状态。特别是tough 就是很坚强的角色，他一旦哭了就会让你觉得很难受格外的伤心。然后对好看的角色伤心起来也会让人很心碎这个是跟刚才那个一样的。插画中角色悲伤不易大哭一是不好画，二是角色的大感情是需要铺垫的什么意思呢？插画当中你做大哭，像这种类型的你没有 context， 因为来说就是你没有前因后果，你是不好做这种特别大的伤心的表情，因为这种表情它不好看，说实话它就是很不好看。所以说你在插画运用当中，你只是一帧的画面去打动你的观众，你做这种东西在观众不知道剧情不知道故事的情况下就很难把这个东西处理好。你除非是运用到一张插画，比如说一个角色抱着他就是死掉的爱人之类的那种，比如说在大雨里面抬着头，你可以做这种很夸张的，但是那种是很极端的，那个就是突然你把这个 context 就是故事的背景告诉大家，就说哎呀，我这个最重要的人死了那你可以用到这种，但是其他情况下是很难用到这种表情的所以一般来说悲伤的感情呢，在插画当中用的就是比较微妙一些的比较细微一些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一些要点要点就是第一，八字眉这个大家很stereotype 大家都认识都知道就是悲伤的时候要做八字眉。然后红眼眶这个大家其实用的不太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加入一点点会用一个叠加图层加入一点，会让这个效果显得特别好红眼眶，因为你人一哭的话，或者说人想哭的时候，他的眼睑就会充血充血就会让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淡淡的红色。你们其实看这个也是对不对？其实这个颜色来说 saturation 上来说，你要给它一点点的红色，这个也是都有对吧？都有。然后嘴角微微向下微微向下，不要太多，对不对？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悲伤的表情。那悲伤的表情它是一个很 subtle 的，就是一个很细微的表情，它不宜做的太过不宜做的太过。这里有个改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记得当时我画这个卡特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释然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是有点忧郁，但是没达到悲伤忧郁的话，它其实就是离悲伤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那就是我记得改图的话，意思就是把它改得更悲伤一些对，那一个部分就是说加入一点点的红色，那我加的很少，可能你们都看不出来，一点点红色，然后同样的就是八字眉，并且加入了一点点这个反就是意识着是有点眼泪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么简单的一推，你们看
这个表情就从忧郁到悲伤就差那么一点点。好，悲伤讲完了以后，我们来讲一个嫌弃或者高傲。那是轻蔑。哎，我这个怎么看不到呢？这里有一个这个嫌弃这个表情啊，条件是当角色表现出高人一等的状态，你就会出现这种嫌弃的表情，对不对？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比人家好啊，你为什么嫌弃人，对不对？就是你觉得你比别人厉害，你比别人好，别人不配啊，等等等啊，然后让人有一种 you can't touch it 的感觉。什么叫 you can't touch it？ 就是你够都够不到，脚你都够不到那种感觉，就叫 you can't touch it， 对吧？实用度不高啊，要多好看要多好看或者就是塑造有深度的角色才能容忍他这样的这种表情啊。就是一般来说，你看像这种一做这种表情就作了，你要说是要画一个插画里面要用到这样的表情的话，你除非这个角色真的就是好看的不要的，或者说是像华妃这种演得很好而且一部剧都是这个样子，你就觉得有点由讨厌转成喜欢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它的技巧是嘴角下撇往下撇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下面这个肌肉往下，这个口轮匝肌是往下拉的，有点拉扯的这个意思。然后单边不对称提鼻什么叫单边不对称提鼻？就是这块肌肉你试想一下，你自己可以试一下，鼻子这边你提一下，把这个一边的这个嘴角往上提，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高傲的一匹还没毛，实力就很烦，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很遭人讨厌，你做这个表情，所以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除非是角色特别好看或者很有iconic， 就是很有特点的这么角色，你可以做这种东西，要不然这么一做就让你的角色会有一种莫名的被讨厌的这种感觉单边提眉，你们看眉毛单边会提起来，鼻子单边也是，我们试了没？能不能做出来？把一个嘴边单边的把一个嘴唇往上拉这样的一个是有点嫌弃那个感觉，对不对？看华妃是不是？不过它的比较做的比较那个叫什么？比较微妙就是。那这个我就不多说，因为你用的也不多这个就是嫌弃的表情。但是嫌弃它还有一个比较接近的表情，是轻蔑轻蔑这个表情咱们用的就很多了。轻蔑的表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感情，就是我比你强，我比你好，但是我不是一个很 low 的人，所以我不会把它表现的太明显这个就是轻蔑的表情。那同样的是什么？轻蔑它会一个昂头用下巴指你，用下巴对着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自豪的时候，人的表演就是这样嘛，你自豪，你觉得你比别人大，比别人高，你就要把你的头抬起来你觉得你比他高，所以你要用下巴看人，这个就是你比人高人一等，就是真的就是你觉得 physically 物理性上你也比人要高一等这个就是感觉把头抬起来，然后眉毛上挑显得眉毛不是上挑，眉毛的这个眉心部分上挑，看眉心部分往上挑。然后眼睛呢，因为往下看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一般来说，你越是觉得你的气场或者你的这个立场比别人厉害，你越是 effortless。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说你越觉得自己更牛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很放松的。你越是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越紧张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在美国学了一堂课，表演课，它里面讲到一个人物的 status。人物的这个气场，其实翻译过来有点像是，那更自信的人他的气场就是高气场，不太自信的就是低气场。那高气场的人他一般会让自己的周围的空间给扩张他就觉得他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要排着手走把手打得
很开，那些觉得自己屌的不行的那种人，走路那个脚恨不得就往前走的时候，恨不得左跨一步右跨一步，脚踢很高，就是说这些都是我的领域。反而很紧张的、很气场很低、很弱的人，他喜欢把自己蜷缩在 physical 的这个物理空间内，也让自己的这个空间占有很小，他就觉得我的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圈圈就是我自己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那同样的就是说越气场越高的人，他就在跟你在一块的时候，他很放松，他侃侃而谈，他觉得他说什么对他都没有任何伤害。但是相反，气场很弱的那种状态，你就会很紧张你说话都打胳膊，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对比。那这个轻蔑的状态就是他觉得气场更高的一种状态，所以 effortless 就是他的眼睛会显得是很放松的甚至有时候是半真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的插图当中也有这种，那这张艾希的图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带轻蔑的这么一个状态在里面稍微有点带轻蔑的这个状态在里面，下巴用下巴指你，表情很 effortless， 没有太多的这么一个表情，很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趾高气昂的表现呢？因为这一张画它是叫 Royal Court， 它是一个有点像是皇室成员，就是 Dark Star， 就是死兆星里面的成员，是不是死兆星好像是。然后他手下有2名得力干将，一个是卡萨丁，一个是 E 大师。那她是女王嘛，她在里面庭审的最高部分，所以她就是觉得自己要高人一等这个是完全符合角色性格，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还有就是像李欧娜的这一张，你们看同样是觉得高人一等，然后只不过这个时候你还是加入了一个从下往上看，你看你的摄像机多矮，从下往上看的这么一个状态，让他这个高人一等的这个状态更加凸显那这个呢，它可争议这个加纳的话，它没有说高人一等，但是它是一个很高贵的，有点像精灵一样的高等精灵的这么一个样子，所以它也有一种桀骜不驯的这种表情孤傲的这种表情在里面。这个用的就比较多了这个就叫轻蔑，而不是嫌弃嫌弃被人看出来你嫌弃他了，这个就觉得你自己其实也就是也就 low 了，这个人就是你要看出来。但轻蔑的话，当然你也能看出来轻蔑，但是他就是不写于表，就是你的弱没有让他觉得哪里不舒服这个就是轻蔑所以他表情是很放松的。向下看这个挺有意思的。向下看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用的一个表情，知道我的插画看过比较多的也知道，我特别喜欢用这个状态。这个是同样的，当女性角色表情放松向下看或闭眼的时候，有一种很忧郁的神秘感用法是增加女性唯美的感觉，加强性感和知性美，常用于女性模特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模特她自己在很 enjoying 的时候，当然她自己一个人的状态就觉得自己很怎么说呢，很享受那个 moment 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表情当然有时候她想的很多的，你加入一些皱眉，就是一个人在很忧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状态，对不对？所以这个就闭眼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种抬头放松闭眼的这种状态。怎么例如戴安娜，对不对什么卡特，就刚才那一张，然后还有很多戴安娜的也是低头闭眼，很有故事性很有故事性。这张 Our Spirit 也是这个样子。那还有 Alex 的这张也是低头闭眼，其实没有闭眼，他其实往下看，但是往下看的很多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把它看成是闭眼这个是一个很暧昧的这么一个画法。你看眼珠都不用画，
但是你觉得它好像是往下看，这个就是特别好用的地方。这个是我平时做练习的时候也会这么画一些这种东西，闭眼前低头闭眼的这么一个状态，很好看啊，这个形状就很好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表情情有独钟。然后有一些小的要点，画这个表情的时候，嗓子又开始有点痛。一个是加上飘逸的头发会很唯美啊，然后脖子同时脖子往前伸啊，会有一种很有意境的感觉。脖子往前伸啊，下巴往上抬，眼睛一闭啊，头发再飘逸起来啊，这是潘老师特别喜欢的一种表情啊。然后他的这个眉毛和眼睛的这个感觉，你们特别是画侧脸的时候特别好看，就是把眼睛作为一个三角形来处理。咦，怎么颜色那么淡呢？啊，在这儿。眼睛作为一个三角形来处理，眉毛，对不对？这样就出来了。眉毛是眉心往上提，然后眉尾往下坠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跟这个就是一样的。好的，马上我把这个讲完就差不多了。眉毛其实眉心是往上提，眉尾往下降啊，同时正面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画法啊。它的这个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平的啊，不是平的，而是会有一点点往下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脖子往上抬，这个下巴往上抬了，对不对？头往上抬了，那这个戴完透视以后，这个是脸，比如说它的透视如果是这样的状态，那是不是眼睛的话，它自然而然的画法就是稍微往下偏，对不对？这个没错吧？啊，之前庞老师说的这个三角形，对不对？一个三角形。然后，对，它就是很有美感，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比较尖锐的这么一个样子啊，很有美感。OK， 要不这样吧，我看是其实没有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刚才休息到55嘛，就半个小时时间。这样的话，我再把剩下的其实没有多少了，我给他讲完，讲完以后回来我们做个泛化吧，好吧？好嘞，那咱们继续啊，继续。我就小声一点啊，不行，我就小声一点就可以了。动画角色创作的小技巧。第一啊，不要跳出角色设定的框架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所有的演员都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一开始要了解自己的角色，就是因为你要是不了解自己角色的时候，你做出来的表情经常会跳出，就是这个角色的框架，意思就是不是这个角色会做出来的表情，你懂我意思吗？啊，那这里有个小例子，比如说塞纳和露西安啊，这两个 couple 啊，他们是两夫妇，他们俩的设定是什么呢？塞纳被锤石在多年前收到了自己杀掉，收到了自己的灯笼里面，他的灵魂就被 trap 到了自己的灯笼里面，对不对？那露西安和他的老婆就被强行的分离开了。他的设定是这么样的，如果你是露西安或者是塞纳这个角色的演员，你试想一下，你是这两个演员，
那你如果在你的人设当中，你经常开心的笑，或者经常就是很没心没肺的，或者经常怎么说呢，就是表情很放松的状态很多啊，开心的状态时间很多，那其实就跳出来了呀，就跳出来了。你是一个悲情角色啊，你就不能说经常做一些，比如说像坏笑这种表情，就绝对不能往上放。那你作为这个演员，是不是就有你自己的表情表了？你要按着这个表情表来，你一旦说做出了你不该做的这个表情啊，就会失真，就会让人觉得啊信任偏离。什么叫信任偏离？我们看每一部剧，我们其实都要跟主角做起一个比较好的信任来啊。什么叫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Breaking Bad 绝命毒师？绝命毒师的主角啊，可能没看过也没关系。绝命毒师的主角，他是一个贩毒的人，说白了，他是一个制毒的人，他做的事情是犯法的，他甚至在剧里杀人了，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犯法不好的事情。但是你看整部剧啊，你不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啊？他为什么干犯法的事情？他为什么杀人？他为什么？你看别的剧里面杀人放火一下就变成坏，就是你甚至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 villain， 就是坏人。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剧里面的人杀人放火，你又会跟他放火，你又会觉得同情他？这个就是角色的这个信任度要跟观众要建立的起来，对不对？那就是我说那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一个角色做出了不该属于他自己的表情，这个信任度立马就会被打开，就会被崩坏。所以有的剧你建立不起这个信任度，你全剧你就在吐槽，你全剧就在笑。为什么？其实原因就是这个角色他不可信啊，他不真实。你真实的这么一个悲情角色，你不可能经常在那开玩笑。比如说露西安，他整天走出来给你开一些低级玩笑冷笑话，整天他最爱说冷笑话。英雄联盟，比如说他冲出来就说冷笑话，你就觉得行不行啊？这个人，你老婆还被关着呢，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就会你就对这个人就没有了好感啊，知道吧？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不要跳出角色的这个设定框架。二，把最酷的表情，把最酷的表情留到关键时候，就是 do not lose cool。 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就是当你在做一个角色设定，或者说可能这些东西对跟插画来说运用没有那么关键了，但是我觉得你们理解一下没有什么坏处一个人你要觉得他豪横，最近不是有部电视剧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那个什么世界来，新世界是不是里面的那个主角是不是就很豪横，总是一副豪横，就是你有什么可豪横的，这句话就是很豪横。豪横是什么？就是时时都是很 angry， 就很生气的这么一个样子时时就是觉得自己要怎么说呢，就是火要炸了，就是像个火药桶一样要炸。这种人在你身边你也见过，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一点小事就发脾气，这个就叫 lose cool。 你们知道酷就是酷酷的，对不对？ lose cool 就是把酷给丢失了，就是 do not lose cool 是外国人有时候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翻脸不认人，就是不要太容易翻脸，对不对？那这样的角色更容易受到人的青睐就是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底线比较高的就是有些时候叫能屈能伸的这种角色，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一部剧里一个主角他被人要求跪在地上，然后你用鞋子抽他脸，他最后也没有笑，当然不能笑，这个时候笑就崩了，又崩坏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是隐忍，他不做任何 lose cool 的这么一个表情他是看大局。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很多，对不对？你看像所有的这种孙俪演的这些以前的这些宫斗剧里面全是用到的这个，就是 do not lose cool， 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试想一下，为什么你们觉得他厉害？大长今是不是这个样子？遭遇到再多的不公平，他就不会把自己的酷给丢失很不容易。这样的话会让人增加这个角色的好感。最后一个，不要因为耍帅而耍帅这个东西是我们画插画里面比较多的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角色我要不够酷特别是有时候甲方就不够帅不够酷往酷里推，往帅里推，
这个酷和帅有时候不是他一个表情的事情，而是他的一个整个前因后果，就是他的故事剧情啊，他身处的这个环境给的啊，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加到一起，它其实也可以帅啊。就是有时候你甚至做 smirk 这种鬼笑的、这种坏笑的这种表情，你也可以把一个人做帅，不是为了就是摆一个帅帅酷酷的表情啊，装帅，这种反而有时候用太多就觉得就是装，很装啊，这种就是不好的。所以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永远不要为了耍帅而去耍帅，好吧？那这里又有潘老师做的一个小小漫画啊，小小漫画，就是我在想的是这个把最酷的表情留到关键时期这么一个这个点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角色创作它分为2种类型，我看我那个笔记有没有放到这里来，有点不记得了。OK， 等一下，这个我就写的很复杂，我自己找一找就给你们看一下。分为2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它直接设定出来就是偏严肃的，因为主角来说一般不会是一个跳梁小丑角色啊，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一般都是主角是要有可信度，可 follow， 你有的东西你可以觉得你可以跟随他，你跟随他一起去探险，在整个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觉得有一种丢失感，就不会觉得哎呀主角我都很讨厌，我有什么可看的。那他要让你可信，让你可以喜欢的话，它就有一些特性啊。这里潘老师给你们总结出2个不同的特性。第一种是直接就是很严肃的这种角色啊，有很多，像比如说《死亡笔记》里面的夜神月啊，当然不一定是主角，像佐助对不对？凌波丽对不对？他基本上都是一个表情很严肃，无表情小悲伤这一类表情反而是不容易我写了，就是反而是不容易做主角的这一类，但是也是一个可以让人很喜欢的一类角色。但这类角色不容易做主角，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单一夜神月的话，大家看过《死亡笔记》就知道，他就是从头酷到尾，但是他为什么是主角呢？因为有 L， 另外一个他的对手死对头2个人，这个就是卖点2个帅哥很酷的帅哥在一起，这个就是卖点但是大部分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呢？大部分的主角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我看一下平时懒散不靠谱但是一旦认真起来就会帅到飞起这种角色他很有角色深度，就是平时看起来嬉皮笑脸大家刚才潘老师不是说嘛这个主角不能用跳梁小丑，他们说好多就是都是跳梁小丑不是跳梁小丑，跳梁小丑是小丑角，他认真不起来的，这种叫小丑角他就没种，他就认真不起来。但是主角的一大特点是什么？是懒散的时候就是一个蠢的都不行，或者很弱智的都不行了，但是一旦认真起来，他比任何人都认真，这样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角色设定。比如说一拳超人对不对？犬夜叉、Naruto 鸣人、剑心、樱木花道、黑崎一护、路飞，你能说出一堆，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些角色都是平时傻不溜丢，但是一旦认真起来就会酷炫的都不行我之前你们也都打的差不多了呵呵，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说的这些你们都知道都也是一想到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这一类的角色。那这个漫画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漫画，不要剧透了就是我试想的就是你是一个妹子，你试想你有一个先把这个关掉你试想你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平时长得不错，但是整天傻不拉几你就刚认识他，傻不拉几的一个角色平时整天就跟你开一些玩笑开一些傻玩笑，有时候对于你来说还很刻薄，你觉得这个男生有点讨厌但突然有那么一天你被劫财了同时不知道是劫财或者劫色突然2个坏人就冲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认识的那个平时稀里糊涂很搞怪的这么一个同学对不对
就说了一句话啊，叫你们给我，然后下一阵在漫画里面就是放开他，啪，他就在你眼前啊，帮这2个人给揍了，然后同时自己还受伤了啊，你就会突然对他啊心生爱慕，就会觉得啊这个人一下说不定就路转粉了，对不对？然后说不定你们爱情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啊，很 low 啊，这个，但是当时潘老师就是想给你们讲这个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是，喝口水。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是，你一定要秀到，你的秀就是展示到你角色 struggle 的地方。struggle 的意思是有点难堪，或者说是不是难堪吧 struggle 应该是有一点，比如说你干一件事情很难干成，我怎么会不知道 struggle 翻译是什么呢？ struggle 是就是意思就是遇到阻挠，很强力的阻挠，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包括像刚才我给你们展示的那个路西安这个 Climb 这个动画啊，当时这个动画出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喜欢，为什么会觉得路西安很可信？按道理来说，游戏动画我给大家说一个套路，游戏动画按道理来说是比较喜欢在短时间耍酷耍技能的这种，对不对？因为玩家是谁？都是年轻男性比较偏多，年轻男性看到打斗就嗨，对不对？看到打就嗨，而且要看到自己喜欢的角色酷到不行，帅到不行，把别人揍瘪的那种，就觉得就行。所以你们看大部分动画，国内的游戏的这些 CG 动画，要么一就是在不停的打，第二就是不停的耍帅，耍这个技能的帅气的程度。但是为什么来说，我个人来说会比较看那种动画的话，会比较容易疲倦，有疲劳感。好几个我觉得那个制作都精良的都不行了，真的太好看了，但是看几分钟哇，觉得好单一好枯燥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秀到角色的 struggle， 特别是主角啊，这个大家记住，主角的 struggle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什么呢？你干一件事情，如果你 too effortless， 就是你太轻松，耍帅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你干一件事情很轻松，叫耍帅，对不对？你丢技能咣咣咣帅的都不行，还能笑一下，还能对镜头笑一下，这就说明你干这件事情很轻松，对于你来说没挑战啊。当然你一时间你会觉得哇这个角色好强好厉害好帅，但是会出现的负面效果是什么？不可信，你跟自己联系不到一块去，你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很轻松的就打完了。这就是为什么超人就比其他的英雄感觉要糟糕一些，是因为他太厉害了。那路西安这个地方 Climb 里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整一个部分就是在 show 他的 struggle， 就是他有多痛苦。他在整个好像是不能给你们看 YouTube 视频啊，他在整个打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每一个部分是步履蹒跚，基本上这样就会让一个英雄角色显得很可信很真实，因为他做事情是有自己的 cost 付出和代价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点，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啊，自己的角色不能太无敌。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越帅的话，你就一定要让他流血你就让他流血，他才能够帅，就不能他只揍别人。你看这个人拿刀划了他的手，对不对？这个就是原因啊，这个就是原因。好，挺有意思吧？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最后一个点了啊，咱们最后一个点了，下巴的开合啊，下巴的开合这个我觉得我得讲一下，虽然是一个很 niche 很小众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要讲一下。很多二次元看太多的同学，包括我在内，以前会出现一个问题，画表情的时候脸型不变，但是表情有变，什么意思呢？愤怒的时候
比如说先不愤怒吧，开心的时候是这个脸型，愤怒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啊，也是这个脸型，对不对？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我觉得看二次元的同学应该挺多的。你就甚至把嘴再张大一点，这个在二次元里面没问题啊。好，但是当时我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3D 动画，我画表情集也画出这样的东西。然后我的那个同学是一个台湾同学，做3D 的那个同学是我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当时就发现这个东西就不好用，他就让我改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在二次元里面还挺 make sense， 但是到 3D 里面呢就不太好用了。为什么？因为 3D 来说它是有比较明显的物理体感的啊。你其实在张嘴的时候，你的整个下颚是打开的，对吧？这个骨头，这个下颚是打开的，上颚的骨头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打开的话，脸部其实就是会有一个拉长的这么一个节奏，没错吧？你在闭嘴的时候，你的脸部这块就会明显缩短啊。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对不对？一说出来都很好理解，但是一画的时候还是容易做这种事情。那其实就是因为二次元看的比较多，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啊，它是一种风格，只是说你要如果渲染很真实的角色，我其实甚至以前也有做过这种插图，我不记得是哪个了啊 ，Splash 就是起稿的时候这么起，但是一到最后发现渲染的就有点奇怪啊。就觉得怎么画不下去了，就得改方向一些啊。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你把它渲染到一定真实度、一定体感的时候，它看起来就会开始有一点奇怪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物理的变化啊，这个物理的变化。OK， 好的，没得了，今天的理论部分就讲完了，还有半个小时，还有1个小时是吧？还有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啊，回来做一个表情集的泛画，半个小时估计也画不了太多，但是可以拖一下，稍微拖一下。愿意看的同学可以多看一下，不愿意看的同学到时候就可以提前休息啊。但是这个时候潘老师要去喝点水啊，嗓子有点，今天的内容比较满啊，所以嗓子有点累。潘老师辛苦了。好的。点歌，我点歌。好嘞。我点什么呢？我喜欢那个，哎呀，那个怎么一到点歌环节我会这么纠结呢？点那个吧，那个叫啥来着？张靓颖那个木兰的那个木兰心，好吧，我挺喜欢听那个的，很老。木兰心叫好吧，星球的星。好嘞。下麦。孙燕姿还是张靓颖？我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应该张靓颖应该是。OK。开始了。
好像只能听几秒钟的。哎，就是《阿凡达》呀，这好像不是这个。但好像不是张靓颖唱的，会不会太大声？大家觉得会不会太大声？有一点大。这样呢？好一点。哦，因为用那个 QQ 音乐开的。哦，不好意思。用网易换了一个，没有，因为没有找到张靓颖的，然后到 QQ 音乐。对，我又为难你了。没有。哦，我一直都不记得这首歌的歌名，是那个画皮吗？没有，是花木兰。花木兰。看着名字都在乱说。让孤独好闷，荒野上的狼，他为谁流浪？抱歉。感觉没有张靓颖唱的好听。看看天上，于是我剪下了月光，射向我老家的地方。张靓颖的在线版怎么样？这个好像不用只听60秒。哦，对，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要玩那个奥日与黑暗森林的话，可以问你们吗？你们有谁玩过？我之前以为它是一个那种就单靠手的那种往前走就可以，然后万万没想到我还需要攻略。你们有谁玩过吗？可以帮助一下我吗？你要同学们怎么帮你啊？就是我玩到了有一关，就是要那个石头是碎的那种，然后我太难了，对，我太难了。就是要怎么打破那个石头才能跳下去？哎，我觉得我有点说不清楚，我觉得我要私信一下你们，然后截图给你们看。对，玩游戏高手帮小小啊。依靠敌人的子弹。哦，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会用了，但是就是有一关它是有树，然后两边都有那种碎石头，要把那个石头打碎，但是旁边没有那个敌人。直接直播完。我觉得直播完就你们会一直看着我死掉。蓝色炸弹炸不开呀，下和空格我也按了的，也打不开，就是不能碎掉，蓄力攻击也不能。
就是器官3朵花，就是应该是好的，我已经开了2个了。我之前发现有一些地图我走不了，我以为是有些地方我错过了，然后我又去开了一个，然后又走了一次。哇，这是网页都有了吗？谢谢。香水那关。反正我时时都觉得我的空格键已经坏掉了，为什么跳不起来？我好像应该还没有走到水上的那一关吧。我到那个就是有一点像蜘蛛，有一个很大的坨坨，然后它可以从上面要跳上去把它打碎，然后突然掉下来那里。我现在学了3个技能，就是可以跳很高，然后可以蓄力打，然后还有一个就可以就是可以打别人的那种技能，好像就这3个。好了，潘大的点歌点完了，我们继续。还有1分钟。大家再来猜1分钟的歌吧。后面还会出现那个什么技能的那个精灵是吗？是。13号，我准备私信你一下。不，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方向走错了。怎么样，找到你的解决方法了吗，小小？我找到可以私信的人了。连接上了啊！有人愿意给你施黑魔法 ，OK。要不你可以
把声音放小一点，放这一点歌，然后这样可以画泛画的时候，我们大家有点东西听着也比较舒服啊。泛画我给大家做一个 Y 的表情集，好不好？做一个 Y 的表情集。哦，对，做泛画之前，我先给大家布置作业啊。这个上一期的作业我还没拿到啊，我今天晚上因为大家还没交齐啊，明天我们就能拿到。然后下一期的作业我们是做一个没拿到，是它其实你已经上传了，只不过还有一些同学没有上传完嘛，我就没有，我想等大家这个都交完了以后再看。我去，你们一说作业都跑了，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的地狱老师又回来了。好，作业啊，作业咱们做一个表情集，就是根据今天我说的啊，大家可以是你自己原创的角色，也可以是你比较喜欢的是已有的一个角色。怎么就开始聊游戏了？我靠！好，咱们认真一点，好不好？咱们认真一点，就是做个表情集，可以是自己原创角色，也可以是已有角色。你可以从潘老师今天讲的这么几个表情当中啊，去选择坏笑、笑容、愤怒、忧郁、悲伤、喜怒哀乐这些东西比较基础的。你也可以 come up with your own， 做你自己。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实在太有意思了，做表情集。其实以前要是我不做这些东西，不做这些表情集的话，说实话，我画脸到现在也不会有那么多体会啊，领悟。所以大家其实要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其实对自己帮助挺大的一个事情来做。表情集啊，你画一遍，无论是你画过还是没画过，你看过是肯定的，但是你画没画过这个我不一定啊。画过的同学啊，你们再熟悉一遍；没画过的同学，这个将会是你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那么1、2次画表情集。而且这个东西你画完以后会发现你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可以帮助到你以后的更多的更好的工作啊，怎么去解决。那这个时候有潘老师这些讲义啊，如果你哪个表情做的不够好，你可以把这个讲义复习一下啊。事后学课代表应该会把这个课堂笔记发给大家，那这个课堂笔记里面就是你们可以有一些好的参照和要点啊，然后把这个表情给做出来，然后做6个表情集啊，6个表情集，咱们的数量是做6个，其实很快的，同学们，这个表情集你们需要弄2个小时、3个小时就画出来了。我其实挺不忍心给你们整一些很夸张的。那当然，最后的那个毕业作业画插图，那是每个星期去不停的回去磨啊，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正常上班或者在英雄联盟做插画的这么一个节奏，我到时候会那样给要求大家啊，所以不是说让你们1周就画出一张插图来是不可能的。好，然后6个表情啊，你6个表情1、2、3、4、5、6啊，放在作业的那个表上，然后这边是你们的 reference， 对不对？你们的这个参考放在这里，然后6个表情啊，如果你希望多练的话，你可以画9个啊，9宫格，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做成9个表情啊，或者说你任意数量的，在6个以上的啊，6个是最少。但是你可以6个以上，你可以再做，好吧？然后表情集呢，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但是你得看得出来是一个角色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
好的一个挑战的点，因为你无论选哪个角色啊，如果他的角色是有一些特点的话，你得把这个角色画的像是一个人吧，对不对？这个就是表情集的最关键的地方，对不对？你得把它画的像一个人。但是角度不一定啊，你可以有抬头低头，各种透视，对不对？都可以有，好吧？这就是咱们的作业啊，作业布置了。然后这个作业呢是线稿的话，你最好是在线稿后面铺一个底。你最好在线稿后面铺一个底啊。这样会增加一些你的完整度啊。当然你要做简单的渲染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做简单的渲染也是没有问题，因为线稿其实说实话你们要弄，估计对两个小时吧，打头了，你们6个线稿应该就画完了，肯定都不要，很多人快手半个小时就画完了啊，半个小时就画完了，然后剩下的时间你们可以做一些渲染啊。所以其实这个星期的作业不算重，就是做一个表情集啊，不用画下半身，不用画腰都不用画，就是表情就可以了啊。你可以简单的把一些脖子、肩膀加进去，如果能帮助你的表演的话。完蛋，又被截图。好，反正潘老师已经做好打算，就是开完这一期班就再也没有下一期了，因为这些图一流到网上估计也没人再来报我的班了。好，小小你要放点音乐吧。小小溜了，又回来了。大家画表情集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个点，这个是潘老师一定要跟你们强调的，把几何形要画出来，不要偷懒。说实话，我以前很崇拜那些一笔到位的，就觉得你能一笔到位，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体积呢？后来发现不对，你画这个画表情集是一定要做体积的，因为动画里面就像我说的，你不做体积，你到时候多角度变化起来，多表情变化起来，你连同一个角色长得很像这个事情都做不好，知道吗？所以第一步还是把角色的五官和他的整个比例你得稍微打一下啊，你得分析一下。这个懒是不可以偷的，这样偷懒对你以后绝对没有好处。是吧？涂层高混。这样你找一遍你就知道他的下巴长度、脸的长短，对不对？然后还有
额头的这么一个大小啊，这些你都可以找出来。眼睛的大小。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你画材就可以位置调整一下。起手我们先做个简单一点的正面的透视。Y 它的眼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记得潘老师说的这个头发啊，是盖在这个头皮上的，不能太想当然啊！你想当然画出来的东西就是不扎实。它这个头发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前面的这个刘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后面的这个部分，它是这么盖过去的。
它有点，说实话，它有点刚啊，它不是那种很柔美的那种，我觉得。我们先做一个愤怒的，对不对？那就是刚才庞老师说的，记得吗？眉弓、下压，然后有这个眉基，然后眼睛和眉毛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个龇牙咧嘴的感觉，我也是做一个稍微的一个不对称啊，不对称处理。
眼镜我就不多再处理了，就刻到漫画上。第一个还有点放不开。哦，这画那么大。Look at me, you may think you see who I really am, but you'll never know me. Every day, it's as if I played a part. Now I see, if I wear a mask, I can fool the world, but I cannot fool my heart. Is that girl I see 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 When will
还怪不好画的，这个说实话。这图怎么那么大？啊，图层太多了，我就是说呢。重新开一个。关一下。哇，关那个图都关半天。看看它其他角度的头发什么样的。其实挺挑战的，好久没画这个东西。稍微给线条画实一点啊，之前的有点太朦胧了。它的棱角，外的棱角，我想给它做的比较鲜明一些，因为它是一个
这两天潘老师在家越睡越晚，这个在家工作就是会开始把时间给搞得有点混乱，然后有时候会忍不住小打2把 ARAM， 然后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不是有画画备课加工作的这些图，然后手背有一点痛，不知道是不是肌肉劳损的原因。已经下课了啊，如果想休息的同学就自由休息啊。准备再画个2个就差不多了。做表情集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那个动画师能看得出、想得到这个角色他的性格变化，然后他能在动画当中把这个关键的一些表情给做出来。还有个参考啊，因为你让动画师光调的话，其实它是有难度的。哎呀，整反了我。Y 的有一边头发它是像光头一样，我记得，然后它的这个头发是往上包上去。这个歌挺好听的，它是那个 Baby 的我那个动画片的。然后这个歌它有一个版本啊，就是这个艺术家唱这个歌的人24小时好像是
就一直播，然后他就一直实时的去从一条街跳到一条街，一边唱这个歌然后24个小时录了24个小时的视频 MV， 还有一个版本有个网页特别清晰的就一直在放，也太 happy 了，是不是？像这些草稿，一般来说我可能会清一遍但是这个没有时间，我主要想多做几个，所以就不清了。这个刚才庞老师说这个悲伤的表情你这个到时候还得调，他们还有点不太像，说实话。所以第一个我感觉，第二个也是有点好看了它主要是眉间距离好像没把握好。第二个，再做一个吧，再做一个咱们就下课了。
作为一个愤怒一点，或者是不是愤怒，它这个是打斗时候的表情。下眼节往上提啊，刚才我们说到过这种表演。记住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下颌张开的时候脸这个状态啊，是打开的，所以你的脸要稍微加长一些。这个洛杉矶也封城了，最近出不去了。这个画表情的时候一定要左右去检查，因为一翻转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打人的一个状态，揍你。Yourself up.
画了一个比较狠的女性啊，今天不是美女，我也没完全照着抛框那个走啊，觉得她那个太柔美了。好，今天就画4个吧，不然拖堂太久了，庞老师也有点累了。怎么去放呢？就这样吧，不对称的放。啊，今天没做太多啊，这个不太像，不满意，重新画到时候。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没得？正好趁最后一下这个时间回答一下问题。起稿的时候画圆的是定位作用吗？其实它是为了定一个你颅骨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头颅的位置，然后你再往下画脸，然后同样的你用这个方式的话，你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脸的长度啊，因为有的角色他的脸部比较长，对不对啊？当然这个夸张了啊，这也可以了。那比如说这种长脸的角色，这种长脸的角色，你就是要通过这个颅骨的方式来定一个大概的体积感啊，然后你的脸颊从哪里开始，对不对？就是总体来说是作为一个辅助的作用，做动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也会要求你先从颅骨的这个圆开始画起，要不然很容易体积就有变化，或者说是形状就有走展。因为你再厉害，你一旦换上角度，然后不同的表情一画，它就是会不太一样那个感觉，说实话。这个就你看我都不小心，这个就没画太好，我觉得。好，再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对，是个颅腔体，换方向怎么定位准确一点？就是你要为什么我说从几何形开始做起，对不对？你的为什么打圆？颅骨、颅腔，然后你的眼睛，对不对？然后脸是骑在这个，是从这个颅腔上面再往下画的，对不对？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原因啊！你要不这么定的话，你其实不容易找准啊，一变方向就歪了，对不对？
你看是往上看的，那就是这样，它是一个颅腔的圆。它的从中间，你们记得吗？我跟你们说的那个耳朵的部分。正面眼睛，脖子下来，对不对？这个肌肉，对不对？之前画画总被说两个眼球没有看同一个方向的问题，这个具体得具体分析啊，这个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是你的脸部对称出问题了，特别是在透视下对称就很难画，然后你再画往一个地方看，它就会比较难搞。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看近处的东西还是看远处的东西，你看近处的话眼睛是比较斗到一块的，对不对？你看比如说我们来画一个它看向镜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看向镜头的话，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它往这边看是切到了眼白的一半的话，那其实那只眼睛你不能只切一半，你还要更往里一些，它才会看起来像是看向镜头的啊，因为那只眼睛它其实从物理上来说，你的头不是圆的吗？你的眼睛是有一点点跟着你的这个体感走的，那这只眼睛你往这边看其实在正面，那这只眼睛你要往同一个方向盯的话，它其实很往这边挤了，对吧？这个可以理解吧？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下垂眼画笑的时候会很奇怪，下垂眼画笑的时候会很奇怪。什么叫下垂眼？你是说下垂眼是这样的，然后把这个 CC Talk 放在旁边，我好看你们打字。你们说下垂眼是哪种叫下垂眼？这种叫下垂眼吗？是这种吗？哦，八字眼啊。这种往下掉的八字眼吗？你们说的是？笑的时候会很奇怪吗？我不知道哎。是挺奇怪的。还好，你不是奇怪吧？那不就是这个样吗？八字眼的人不就是长得这个样吗？
差不多啊，我觉得其实还好。对，其实长得就长得奇怪，画的不奇怪。好，那今天差不多了，好吧？咱们课上到这里，然后明天咱们还有6个小时的课啊，咱们养精蓄锐。今天晚上同学们也早点休息，不要睡太晚。上次早上的那个上座率有点低，大家都在呼呼呼。这课的话，肯定还是听现场比较爽一点。咦，这个咦，好高兴啊！画高兴的人自己画着画着就很高兴，是不是这个感觉？然后打肌肉。好，谢谢大家的花朵。这个要是这个可以拿去换钱就好，兑钱像斗鱼。好，可以的，我怎么不太信你呢？老师又财迷了，好好好。你们怎么这样呢？好啦，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咱们又拖了一下堂，然后你们就刚才约了打游戏的啊，去打游戏吧，放你们了。今天信息量还比较大，你们再消化消化，好吧？不辛苦不辛苦，同学们辛苦了。好啦，那潘大先下了啊，晚安啦，同学们，拜拜。